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猫咪的一个出装符文。这猫咪的出装还挺随意的，然后还有它的下路对线说实话，猫咪这个没有什么对线可言吧，就只要你的 Q 技能放得准一些，基本上问题不大的。猫咪挂在是吧射手身上，主要还是看射手队友玩的怎么样。像现在琴女这个辅助很强势，其实辅助位的话，我觉得现在的琴女是真的赖，因为她的 W 加强了她那个奶量，还有她那个 Q E 技能的那个移速这已经很膨胀了，已经是偏向数值膨胀了。这边的话，伊泽瑞尔直接赶过来，前期利用前期的这种优势直接打架。对方把对面的闪现给逼出来以后，这里的话给一个信息给队友有治疗的，有盾有治疗，问题不大。然后前期的话，我觉得不要太着急说要一直给 Q 我觉得现在的猫咪 Q 技能的蓝消耗有点高还是要留一些蓝量去给加那个给 E 技，就是 E 技能给盾给回复。太频繁的去消耗其实没什么用，我发现。就有那个辅助装备的时候可以去多消耗消耗。但这边老是网络跳，然后没办法。但还好反正不是说团战打起来了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利用这个 Q 技能去打一下这个辅助装备的那个叫什么？对方过来了。治疗也交了，但活是活不下来了。这个时候的射手，其实像对面的辅助大眼这一波，其实要卡线的，但他没有选择卡线，那还是挺舒服的。这边射手只需要慢慢的把线卡在脸上就可以了，但伊泽瑞尔选择想推，怎么感觉他这个网络不是很稳定？因为像这种辅助的话，一般不会是那种比较热门的大主播这里 E 技能直接躲掉对面大眼的一套大招，最后被猫咪的那个什么彗星给砸死了，但对面打野来了，难受。艾黎不是彗星，是艾黎砸死了。像伊泽瑞尔的话是比较好去 counter 对面的大眼，因为大眼主要是他麻烦一个点就是他一套技能那伤害爆发太高了，所以你需要有一些有位移的，就是说横向去躲掉他的一套技能。你看到没有？这边呢，伊泽瑞尔就很舒服的能去有这么容错的机会，要么就选女警这种E技能去抵消对方的控制，然后能拉开身位。
不然泰坦加这个大眼这一套2连控啊，如果说大眼大招那个什么大招直接打一套，大眼的话就开始了，伤害爆发太高了。现在特别是现在 AP 伤害爆表的，就是 AP 输出很多 AP 其实就是吃到了装备的红利。然后大眼的话，就他不需要穿甲呀，他自己被动就是增伤。这里可以看到，就是录这种，比如说小博主啊，他的那个网络不会很稳定，因为设备首先他赚钱赚的比肯定没有这种大主播那么多，他的设备整体来说就会稍微差一些，甚至家里的网络，所以就会不稳定。有时候不是很想要录这些的问题在这里面，观感非常差。但总是有想要看这种辅助的啊，说实话，辅助赛季初期啊，还真挺难录的。而且有个点就是，大部分我会关注这种，就那种叫什么，比较有那种赛季就是比较吸引眼球的英雄，这肯定会的嘛，对吧？毕竟要有一点点流量，而且。那种看起来好玩的英雄，会稍微看起来会有意思一些。像猫咪的话，掏出来的话，估计看的人还是比较少。因为大部分来说，大部分玩英雄联盟的话，因为首先英雄联盟男性玩家肯定是比较多的，然后像猫咪这种软辅啊这种，更多的是喜爱女玩家会玩的更多一些。男玩家对硬辅会更钟爱一些吧。而且有个点，就是男玩家跟女玩家的一个性格上面会有一些差距。就比如说。你男玩家对吧？你队友坑了对吧？这局觉得赢不了了，其实你会很着急，会不爽。但女玩家有可能啊，大部分女玩家就觉得其实还好，反正就放平心态，可能心态上会比男玩家更好一些。所以玩软辅的话，他就问题不大。哇，这边这个伤害是真的多，一套伤害关下来，这局。不好玩了。他这边可以看到他的网络波动啊，就是很奇怪。这时候让猫咪去跟男刀会更舒服一些。这确实，这个时间点跟打野会更好。这样的话能提升打野的一个刷野机那个速度，知道吧？伊泽瑞尔的话，感觉这个时候就是那种，去肉身骗团，看看有没有人想要强行去抓这个伊泽瑞尔。强行抓的话，那就会什么有机会嘛。如果说你猫咪在伊泽瑞尔身上，他们可能会投入更大的成本。伊泽瑞尔可能觉得我身上有猫咪，那是不是可以稍微让一下也没关系，有猫咪保着。射手还是要更谨慎的，对方直接给大招，哇，这里还好一个翻墙沿突没有突到，好烦啊！他这个每次都会刷新。这里猫咪直接大招的话是能给队友进行治疗了，已经改了嘛，以前是造成第三下的话会造成禁锢，
现在的话是直接就是回血，然后给队友一个增益，好像没有增益吧，就是治疗，然后造成魔法输出补伤害。我发现还挺便宜的，我这边能听到他说啊，888上传说，真的这么便宜吗？说明一个点啊，英雄联盟手游它的段位是真的还挺便宜的。而且，就我感觉手游啊，它英雄联盟，我感觉它其实跟其他手游差不多，像什么那个原神啊，什么第七什么，反正就是那些什么一向老的那什么阴阳师啊这些游戏啊，就二次元游戏吧，也不能叫二次元吧，反正就是这类型的游戏呢，偏养成的，然后就很多那种。就是那种什么代肝啊什么的，对吧？就花钱让别人去干材料做日常任务。这边做了一个切入。猫咪确实啊，没什么好太多细节的，但发出来还是让大家去学习一下。猫咪现在这个版本是大概是怎么个玩法？像这种血量高啊，其实没必要去下去，你根本就不需要下，只需要上面给 buff 增益 buff 就可以了。除非是队友真的是残血了，对吧？然后你下去帮忙挡一挡伤害，一般是不需要的。你就只需要在他身上给增益就行了。的伊泽瑞尔0-5了，不过还好这局男刀玩得不错，还好中间男刀说让猫咪过去跟，确实你需要找到队内的有比如说 AD 大哥，就跟他就行了。如果像是有吸血鬼这种啊，你就就是给回血就行了，攻不攻速已经无所谓了，你能给到那个护盾，给到那个回血，然后移速加成，对吧？就完全够了。看这边大招做个突进补伤害，然后他这边第3件为什么会选择做大帽的原因，也估计是觉得队友伤害不太够啊，所以就是法强高的情况下，他的回血，他的那个护盾啊，或者说那些增益都是会比较多的，然后大招的话能补的伤害也会更多一些，就挺好。这个时候就这样，其实男刀到后面真的很强，特别是高分段的男刀，到后面是真的会玩。但低分段的男刀，我看他们是玩不明白，真的玩不明白，玩得好难受，就切人都切不明白的那种感觉。这边就是有猫咪啊，是吧？有蓝 buff， 猫咪有蓝 buff， 根本就不缺蓝，就顶着这些塔硬越。那想要一波的话，估计还是有点难的啊，直接撤了。这男刀就已经17000了，你看有个猫咪跟男刀真的爽。爆了！
男刀才是版本答案。完了，这边啊看到大哥，只想跟大哥一起玩了。哇，看到男刀这边 E 技能看到视野以后立刻闪现开大招，那可惜没秒掉就是了，操作很帅。但刚刚那一波是这么极限的操作，又开始卡顿了，说明一个点啊，就是他直播间就是网络不稳定啊，应该不是我的问题。就他那个流啊，就是比如说直播的那个流。就是有会断断续续的，看见没有？这里面的话就是在那里装女生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像男刀，如果有个上单奥恩，哈哈哈。语言威胁上了，我天！但男刀估计是个小袋吧，我感觉他这个打法很明显就是那种传说局才有的打法，太爆了。这边知道自己的伤害是够的，估计应该是有看装备，肯定是有看对面的那个 C 位有没有金身，才会选择直接大招这么上。如果有金身的话，他肯定不会这样子选择。就有时候你需要自己去看对面的出装，知道吧？有金身和没有金身，你再去做判断、做选择。那行，那这一期的猫咪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